執掌伊朗近37年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呢，其國葬於7月4號進入公眾告別日。德黑蘭伊瑪目霍梅尼清真寺前呢，數以萬計的人身穿黑衣前來送別，現場反美情緒十分強烈。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為什麼沒有參加這場凝聚民心的重要儀式？中方代表團的到來會給動盪的中東局勢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今年的2月28號呢，哈梅內伊呢在美以聯合空襲當中遇難。由於戰爭的持續時間較長，所以呢國葬呢被推遲到7月才舉行。根據伊朗官方公布的計劃呢，悼念活動從7月3號開始，在德黑蘭、庫姆、馬什哈德和伊拉克的納傑夫、卡爾巴拉等地呢舉行這個送葬的儀式。最後於7月9號在哈梅內伊的出生地馬什哈德安葬。據官方估計，僅德黑蘭一個地方呢就有1500萬到2000萬人參加悼念，規模呢可以和1989年前最高領袖霍梅尼的葬禮相提並論，是伊朗近30年來規格最大的一次公眾的悼念活動。那麼7月4號當天呢，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從這個伊朗各地湧向德黑蘭，有人呢開車幾個小時趕來，有人手裡邊拿着哈梅內伊的照片掩面而泣。現場人群呢簇擁着象徵復仇的紅色橫幅，高呼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口號，這個情緒很熱烈。那麼來自北方城市74歲的胡赛因帶着全家6口人來到現場。他說自己家人的手機壁紙都是哈梅內伊的照片，對領袖的尊重不會因為領袖去世而改變。那許多民眾呢在接受採訪的時候直接譴責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侵犯了國際法，並且表示不會讓出國家的一寸土地。那麼為了保證這次大規模活動的這種秩序和安全，伊朗方面呢調動了全面的這種保障力量。德黑蘭呢全市共布置了2500輛救護車、21架直升機和數以千計的救援人員，2萬間教室隨時準備作為臨時的安置点。伊瑪目霍梅尼清真寺廣場安裝了6000多個噴頭進行降溫，軍隊還專門制作了5000萬個麵包供人們悼念。同時，德黑蘭的國際和國內機場呢臨時關閉幾天，主要的道路呢全部禁止私人車輛通行同時開通了700多個臨時停車場，這個安全等級提高到了戰時水平。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呢一直沒有出現在葬禮公開現場。據伊朗官方人士稱，穆杰塔巴呢本想參加葬禮並主持祈禱儀式，但安保部門直接否決了這個方案。原因很簡單，以色列呢長期以來呢把伊朗高層當作這個定點清除的對象，在人群眾多的公開場合裡混雜着數以百萬計的人群，安全風險很大。一旦發生意外，那就會給伊朗造成更大的動盪。那麼實際上呢，穆杰塔巴本人呢，早在2月底的空襲當中就受傷了，到現在呢仍然在以色列的暗殺名單上，那就只能以這種非公開的方式履行職務。伊朗最高領袖的辦公室之前呢已經通報過，說穆杰塔巴的身體已經恢復了，但是出於安全考慮，不會在高危場合公開露面。在伊朗全國悼念的時候呢，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為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哈梅內伊的葬禮。7月2號、3號，何為呢先後在德黑蘭會見了伊朗總統佩泽希奇扬和議長卡利巴夫，並向伊方呢轉達了中國對哈梅內伊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誠摯的慰問。中方明確表示，建交呢55年來，中伊關係一直是健康穩定中方發展对伊友好關係的這種決心不會改變，支持伊朗新領導層帶領下恢復安全和發展。中方也對伊美兩國簽署停戰備忘錄表示歡迎，並呼籲各方保持一種理性的对話，妥善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問題，保證呢全球能源通道穩定。伊方呢对于中方的到訪表示感謝，認為中方的支持呢是伊朗動盪局面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那麼這場盛大的葬禮，表面上是伊朗對已故領袖的追思，但實際上呢就是目前伊朗內外困境的集中體現。對於新的領導層來說，穆杰塔巴的缺席呢就變成了個兩難的選擇題。一方面，安全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威脅，
美以之前已經用空袭來證明了对伊朗核心目標的打擊能力。在数以百万計的人群聚集的葬禮現场进行暗杀行动是最佳时机，所以安保部门的谨慎并不是小题大做。但是呢，另一方面国葬本来就是新领袖凝聚民心、确立权威最好的时机。那全程的缺席公開儀式，就會讓一部分人產生疑問，也會給外界留下新領導層根基不穩的這個猜測的空間。伊朗社會呢，本來就有制裁和戰爭的雙重壓力，一旦社會的向心力出現鬆動，那之後的這種政策推行和局勢的穩定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中方的到訪呢，在這個敏感的時候起到了一個壓艙石的作用。那一方面呢，中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穩定，給這個伊朗的新領導層吃了一顆定心丸。建交55年來呢，中伊合作呢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經貿往来，而是涵蓋了能源、基建、人文等各個領域。在伊朗受到最嚴厲制裁的時候，中方仍然保持了正常的雙邊合作。另一方面呢，中方所倡導的对話和解立场，也使得地区局勢降溫。與美國動輒以武力相威脅不同，中國呢一直主張地區國家自行協商解決分歧，保證海峽航道的正常通行。好，感謝收看這期的谢飞觀察，希望大家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